慧眼识英雄，随夫一飞冲天。他曾位居中宫，叱咤战国风云。他哪怕在夫家覆灭之后，仍能凭借昔日威望，以前朝皇后之姿荣华终老。他就是成就一段乱世传奇的北镇所宁宁。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的风流志浮生寺。美人巨眼识穷途，岂得羁迷女丈夫的宁宁。宁宁出生于1549年的尾张国，养父是织田信长的供奉型前野长盛，负责弓箭队的指挥与训练，属于中下等武士。前野家家境中等，并不富裕，但因养父效力于织田家，宁宁自幼就在织田家臣团中有着长久的人脉根基。宁宁13岁时决定嫁给25岁离过一次婚的木下藤吉郎，也就是后来的丰臣秀吉。据说两人是经由好友阿松牵线相识，也有一说是有一次宁宁被织田信长看见，对他的印象深刻，便推荐给了秀吉。不管如何，宁宁本人对秀吉的才智深深着迷。当时织田信长刚在统辖间之战击败了金川议员，声名大振。藤吉郎已在信长麾下从一个杂役开始做到负责兵权调度与筑城的小头目，是个出身低微却不断越级升迁的军士，手下已有10余名部下。他以勤勉机敏著称，善于察言观色，深得信长赏识。自由恋爱在战国时代的武家是极为罕见的。果然，他的选择遭到了母亲朝日殿的强烈反对，不仅因为秀吉离过婚，更因他相貌丑陋，出身微贱，从外貌到门第都不相称。对武家而言，这种婚事显得既不体面又难登大雅之堂。但宁宁的态度坚定，她认为丈夫的智慧比出身更重要。父亲前野长盛在信长军中的各方中间人居间调停下允许了婚事。基于诸多因素，他们的婚礼极为简朴，只是简单的在家人的竹编地板上成的亲。换言之，宁宁是不求回报的下嫁了秀吉，并参与了秀吉最初的仕途建构。她的婚姻观在当时或许被视为大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场结合是整个战国女性中最成功的一次押宝，而这也只是宁宁在人生中即将一步一步勇敢打破传统的开始。织田信长死后第3年，也就是公元1585年，48岁的秀吉登上了关白之位，而36岁的宁宁也在同一年被正式尊为北镇所。北镇所这个称号本来是源自平安时代的贵族制度，在当时，关白或太政大臣的正室居住于关邸北侧，便被称为北镇所，是一种与皇后、中宫相似的尊号。然而，自从宁宁被尊为北镇所以后，这个原本只是关白正室的尊称，从此成了他的专有代名词。后世若提到北镇所而不加以说明是哪一位，那便就是直代丰臣秀吉的妻子宁宁。宁宁的性格豪爽热情，很接地气，这份鲜明的个性贯穿了她与秀吉一生的同行之路。从亲手为主公信长制作衣物，费尽心力维系人脉，到协助秀吉培养与笼络家臣，从后勤调度安顿人质，到稳定民心，营造秀吉乃天命所归之人的身世，几乎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有他的影子。可以说，他是与秀吉并肩打的天下。因此，即使后来宁宁成为天下第一夫人北镇所，也并没有对秀吉一味的服从与忍让。他会当着众藩主的面，用违章方言与秀吉争论，毫不避人。在招待毛利辉元的宴会上，他也会多多送上清酒和点心，算是难得的女中豪杰。在秀吉出兵关东期间，现今仍保存着他同时寄出的5通信件，除了1封是给家臣的，其余4封都是给亲眷的。妻子宁宁、侧室茶茶、儿子鹤松和母亲大正所。从这些信件的数量分配来看，
秀吉是将宁宁视为留守期间统领内政与后方事务的负责人。秀吉和宁宁没有孩子，他死前即便将家业交给了自己唯一的儿子秀赖和他的亲生母亲茶茶，也早就在经济上给予了宁宁奢华的保障。因此秀吉对于宁宁的尊重和保护是毋庸置疑的。除了信长唯一的真爱深居吉乃以外，在整个战国时代，没有任何一位女性能像宁宁那样与之前信长有那么多可信可靠的直接互动记录，包括信长的妻子龟蝶。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俩之间最著名的一个故事。1576年，39岁的秀吉被封长滨城主，俸禄达12万石。从草鞋武士到异国大名，他的权势迅速膨胀，也更加沉迷女色，渐渐冷落了那位陪他打天下的糟糠之妻。宁宁心里苦闷，难免经常打翻醋缸。恰好不久，织田信长的安土城竣工，宁宁受信长之邀，带着礼物前往祝贺。期间，她不仅含蓄地向信长诉说了丈夫的风流不济，也以两人无子为由，恳求信长赐下一子继承家业。信长体察了他的烦恼，特地让臣下代笔写了一封流传至今的信给他。这封信以大魔王的身份而言，语气异常温和，对方虽然只是部下的妻子，却用上了极为郑重的文体，甚至在末尾还盖上了他政令专属用章天下不武的朱印，属于信长的众多书状中极为特别的存在。信的内容如下：我很高兴你听从了我的指示，第一次来参观了安土城。此外，那些贺礼精美绝伦，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我本来想回赠你一份礼物，但是你的实在太漂亮了，我不知道该回赠什么，所以等你下一次来的时候再送你吧。令我惊讶的是，自从上次见面以来，你的容貌有了如此大的提升，竟然从10分变成了20分。据说藤吉郎那个家伙还经常抱怨妻子的不足，那简直就是胡言乱语。无论去哪里，那只秃老鼠再也找不到像你这样优秀的女人了。从今以后要举止开朗，仪态端庄，避免嫉妒。而且身为妻子，当你想说些什么的时候，最好不要把所有的想法都说出来，而是要有所节制。把这些话也给藤吉郎看。这封信给了宁宁极大的支持，他常以此信在秀吉和众人面前炫耀，既是自豪也是自我安慰。然而他并没有愚蠢的得理不饶人，而是如信长所劝，渐渐展现出正是该有的宽容与气度。自那以后，不管秀吉的女友再如何如过江之鲫般的更新迭代，宁宁始终保持风度，充耳不闻。秀吉也吸取教训，再也不敢在外人面前提起宁宁的不足。不久以后，织田信长果然让自己的4子秀胜给秀吉做了养子，这是天大的荣耀，也是对丰臣秀吉能力和军功的奖励。这个决定未必完全归功于宁宁的求情，但信长对他的尊重却是有目共睹的。插一句题外话，在这份鼓励信3年后的本能寺的夜晚，当明智光秀13000人的军队冲入只有300人的信长所在处，信长已经知道大势已去。他一边战斗，一边对守在身边的女士说：女人们不要受苦，快点出去避难吧。见他们一直不走，便接连警告了3次。最后他和所有忠心的将领全部战死或自尽，而这些女士们则有不少幸存了下来。信长对男人残酷无情，唯独在女人面前，他总有一种奇异的温柔。或许在他心中，力量并非只属于征服，也包含庇护。秀吉死后，大阪城里由丰臣秀赖坐镇，宁宁和茶茶共同监护。而宁宁1年后又离开大阪城，移居京都，4年后又出家为尼。因此名义上，这个时候的宁宁已经离开了权力中心。但实际上，在茶茶与德川家康逐渐对立的局势中，
宁宁仍被认为是丰臣政权的精神象征，她的威望是在秀吉生前就早已确立的，因此德川家康极其希望通过拉拢他来削弱茶茶母子的声誉，为取代丰臣政权寻找舆论支持。宁宁与德川家康一直维系着友好的关系，在政治与人际关系调停中始终展现出中立的态度。然而一旦战火真正燃起，他的内心仍微微倾向于维持丰臣家的立场。大阪东之阵与夏之阵期间，也就是德川军围攻大阪城之时，宁宁曾表明决心要回大阪城，希望用自己的身份与影响力进行调停，但幕府下令严禁他入城。此后他在京都也被幕府监视与软禁。由此可见，他在当时政局中所具备的力量，以及他的立场对整场战事潜在的影响力。秀赖与茶茶双双自杀以后，宁宁虽然没有遭到连累，但在继承自己领地的人选问题上，他的愿望触怒了家康，最终导致人选家族的领地被没收。相较之下，宁宁与家康的儿子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的关系则更为亲密。秀忠在12岁时曾被家康送往丰臣家做人质，当时照料他的正是宁宁。他待秀忠悉心呵护，使得秀忠对宁宁怀有深厚的感恩之情。成为将军后，他每次上洛几乎都会亲自拜访宁宁，表达敬意与关怀。这也是宁宁即使作为前朝皇后，却依然能在荣华中寿终正寝的重要因素。一个是豪爽强势，曾与丈夫并肩打天下的贤妻，但年华已逝；一个是年轻貌美，坐享其成的新宠，正值青春。两人的位置有几分像汉朝的吕后与戚夫人，不过与之相反，因为丰臣秀吉处理得很好，并没有上演人质这样的宫斗戏，反而让其中一位成为了马皇后。而且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各自身份应有的体面和克制。在秀吉攻打朝鲜战事正酣之际，宁宁收到了一封来自前线的书信。信中秀吉写道：其实我非常想念你，也很想让你过来，只是战务繁重，不便成行。若能将某人送来，或可稍解寂寞。信中的某人，多数学者认为正是茶茶。秀吉思念他，却透过宁宁调度，是对他正式地位的极度尊重。那年夏天，宁宁遵命将茶茶送往了名护屋城。也正是那段期间，茶茶怀上了日后丰臣家的唯一继承人秀赖。秀吉死后，搬离大阪城的宁宁曾说过，不想与丰臣方深交，但有旧恩，心中不忍。这句话揭示了他与茶茶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后世常夸张地描绘两人争宠不和，但其实两人更多的是合作关系。而且宁宁对秀赖的健康非常关心，即便秀吉死后，如果秀赖生病了，也会写信询问治疗情况。早年的观点认为，宁宁因为与茶茶对立，才情愿亲近德川家康，但近年的研究却揭示了他与石田三成等支持丰臣的一派来往更深。历史学家说，如果秀赖不是茶茶所生，而是宁宁的孩子，丰臣政权或许不会灭亡。这句话并非戏言。宁宁一生善于聚拢人心，广受喜爱，他的威望足以扶持秀赖和丰臣政权。而茶茶虽然出身高贵，但他性情倔强，又缺少政治经验，时常以血气拼来一时面子。这份刚烈虽令人敬佩，却也让丰臣家失去了许多回旋的余地。而如果那个孩子是宁宁的，日本的历史也许就真的有可能改写。这是一封宁宁的签收票据，上面记载着他曾借给一位叫有马季赖的藩主5枚金币，作为战备资金的临时周转。之后对方如期归还。战国的大名夫人们都有自己的化妆费，相当于私人开支或生活费。这笔钱不仅用于梳妆打扮，也包括待客、赠礼、布施寺院、
周记家臣家眷等用途。倪宁身为北镇所，她的化妆料数额远超常规。秀吉在成为官白后，特地拨出相当可观的俸禄给她自由支配。根据记录，在倪宁43岁时，也就是她成为北镇所7年以后，秀吉赏给她个人领地的石膏已经达到了11017斗，秀吉死前又达到了15672石之多。我们上一集说了，豪吉回到娘家后，从哥哥那里拿了1500石的化妆费，就足以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倪宁的好友阿松所在的前田家是加贺100万石的日本前3富豪，生前的化妆费是倪宁1半都不到的7500石。那15672石到底是什么概念呢？按米价换算到今天，相当于500万美元，按金价算的话是1200万美元。这就是战国时代一位相当于皇后地位的女性每年的零花钱规模。丰臣家覆灭后，德川幕府仍对倪宁的领地予以确认并保障，石膏甚至增加了几百石。家康死后，德川秀忠批准了家康生前曾拒绝的继承方案，允许让倪宁的人选继承其中的3000石，同时又大幅加封了倪宁的领地。到他死前，倪宁的俸禄已经高达16923石，比家康在世时更多。要知道，就连同时期的后水尾天皇的预料地，最初也仅有3000石，后来也就定格到10000石而已。丰臣秀吉攻打朝鲜那段时期，他亲自坐镇九州的名护屋城指挥将领。自1953年起，丰臣秀吉为了确保前线补给物资的顺利运送，规定了凡是从名护屋运往大阪与京都的物资，必须持有秀吉本人的朱印状；从京都运往名护屋的物资，则需持有当时的官白丰臣秀次的朱印状；而从大阪发往名护屋的物资，则必须持有北镇所宁宁的黑印状。以一位女性之身掌管国家的军需运输线，宁宁是唯一的一个例外。宁宁于1624年结束了她精彩的一生，享年75岁，这在当时已属难得的高寿。她一生福寿双全，唯一遗憾的应该是没有亲生儿女，但她从容以对，收养亲友子弟，妥善管理后宫，与各方武将交好，让不同势力都愿意亲近她。这份热情待人、做事干脆和公正处事，使她在乱世中常保尊崇。他死后葬于京都的高台寺，这座寺院正是他为供奉秀吉灵位而亲手建立的。此时距离大阪夏之阵丰臣家的灭亡已过9年。作为前朝皇后，她在新体制下的待遇不降反升，最终以荣华寿终，无疑是日本历史上最具魅力与传奇色彩的女子之一。欢迎观看本期的风流志浮生司，美人巨眼识穷途，岂得羁迷女丈夫的宁宁。请您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您的观点与看法，还拜托您点赞关注我，让我们下一次在风流中再次相见。